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晚的读书会，我们要来浅谈不二法门呢。为什么不是细谈或详谈，而是浅谈呢？因为《维摩诘经》里面所讲的入不二法门，我们如果去深谈或者去论谈，会让人感觉好像在研究佛理一般非常深奥比较难接地气的，这样就比较难起共鸣会造成说者谆谆，听者渺渺，有听没有懂佛法不离世间法，我们也不能离世觅菩提这样就会犹如求兔角所以浅淡之言就是浅谈，虽然说浅谈，但是道理还是很深因为深奥的道理总是藏在平凡浅淡的细节里深奥的道理跟魔鬼一样，都藏在细节里所以不能掉以轻心3年来我们的读书会里面呢，三番两次提到不二法门例如非顺非逆，非福非祸，非好非坏，非对非错，非进非退，不来不去，不动不静，不生不死，不出不没等等。这些虽然道理很深但至少用词浅淡我们一听就懂嘛。就跟心经里面讲的一样，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其实这句话就是不二我们一听就懂而且朗朗上口，还能把它用在生活中。尤其最后那一句不增不减很多人可以把它用在生活中的事情跟例子上面起妙用，就是对机嘛。能对机才有兴趣继续学下去不对机没有兴趣学啦。好，我们现在来进入主题。维摩诘经呢是在家学佛的重要经典这部经对我们的文化跟思想有很深的影响，尤其对有心学佛的人来讲，更是必修课。这部经历代都有翻译跟译注而其中的不二法门几乎跟维摩诘经呢是画上等号的。也就是说，讲到维摩诘经呢，就要提到不二法门；要讲不二法门，就要提维摩诘经可见这两者一体的重要性维摩诘经强调入世可以成佛，俗人凡夫也可以成佛。即使我们有家庭，平常也做一些微不足道、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是都有机会呢被拯救得到，都有希望。人人有希望，但是个个没把握维摩居士这个人呢，有财产有事业，有时候还可能到酒店去饮酒像这样的在家修行的居士呢，他不但成为主角来解说佛法，更以出家人为对象来替入世修行者来辩驳。这个当然口才要很好才有办法维摩诘经就是透过凡夫俗世来阐述大乘佛教的根本原理这是这本经呢不可思议的魅力所在也因此呢，这一本经是入世修行者的经典名著维摩居士这个人呢，修为高深幽默风趣，利乐有情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无人不度，堪称是提倡人间净土跟大乘思想的先驱跟实践者。简单讲维摩居士就是菩萨游戏人间的觉者要学菩萨游戏人间呢，可以学维摩诘居士啦。那维摩诘经里面呢，描述了很多维摩诘的成就，他的洞见跟智慧是凌驾所有僧众之上。即使像舍利弗啦、富楼那啦、大迦叶啦，这个等等佛陀的诸大弟子的成就也无法跟维摩诘相提并论你看维摩诘是多厉害有一次维摩居士生病了，那佛陀就派弟子们去探病嘛，但是没有人敢去为什么？因为怕被他修理
佛陀本来是请文殊师利菩萨带领大众呢去到维摩诘的家里去探病的。那文殊菩萨就回答佛陀啊，世尊，那位维摩诘呀，已经得到辩才三昧了，很难跟他对答哦，因为他已经深入诸法实相，智慧通达，善说法要，口若悬河，妙语连珠，辩才无碍啊。不止如此哦，又能掌握一切菩萨教化众生的方式跟方法，非常接地气，所以他能够处处皆自在啊。后来呢，文殊师利菩萨就去啦，那舍利弗也去啦，每个人都被他修理的心服口服，可见维摩诘的境界多么高深啊！那整本维摩诘经都很精彩，绝无人场啊。那这部经呢，其实是一部带有批判性的大乘经典呐，是轰击呀，当时僧院跟佛教组织的一门重型炮啊，尤其呢，维摩诘居士在跟舍利弗互动这个对应的时候呢，维摩诘不给舍利弗情面了，感觉有一点过头了啦，讲话很重啊。那为什么维摩诘居士要炮轰那时候的僧院呢？这是因为佛陀时期的佛教徒的佛教的修行法门呢，大部分是独善其身的小乘，声闻缘觉呢居多，做法都很保守。其实现在也是差不多了，对不对？因为法门很多嘛。而维摩诘居士是走入人群的大乘思想。我们可以善解维摩诘经这种批判性的做法，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跟因素啊，否则我们会无法理解呢。为什么连佛陀的大弟子们他都要这样修理呢？都有它的历史背景因素了啊，我们要善解。那维摩诘经这本经典没有一点形式主义的味道哦，他所讲的法理都非常的生活化，跟菩萨道入人群的实学实做以及实事求是的精神呢，是全然的契合哦。也就是我们读书会经常强调的实践主义啦，跟务实主义啦一样。所以我个人在读这本维摩诘经的时候呢，一看到这本书，马上一拍即合，非常的欢喜，而且百看不厌呐。大家都很清楚嘛，大乘佛教的经典不止维摩诘经一本啊，还有法华经啊、华严经啊、阿弥陀经啊、金刚经啊等等。然而维摩诘经之所以受到欢迎的原因，在于他清楚掌握了大乘佛教的根本原理啊，也就是烦恼即菩提的道理。这个在维摩诘经里面就叫做不二法门呐。那这个不二法门，这个二呢，意思是指什么？二就是两个嘛，相对性，有两个才会相对嘛，只有一个呢叫做唯一嘛。我们这个世界就是相对性的世界，所以叫做这是没有绝对，是相对的嘛，相对论不是吗？所以无论什么事物都有相对的两边啊，譬如说有天啊，就有相对的地嘛；有日就有月啊；有明啊，就有相对的暗啊；有阴就有阳啊。同理啊，有就有无，有动就有静，有生就有灭，有大就有小，有长就有短，有好就有坏，有凡就有圣，等等，都是相对的两边呢，叫做相对论呢，也叫做二啦。好，那不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不二就是不是两个极端，而是唯一，不二，唯一是绝对的，这个叫做不二啊。那法门这两个字呢，是指修行者必须经过的途径。简单讲啦，不二法门就是到达绝对真理的唯一方法，也就是必经之路啊。殊途同归，万法归一啊，这个一对啊，虽然有相对性的两面呢，但道理跟途径只有一个，没有讲万法归二、万法归一
法门是唯一的啊。我们一般人认为所有事物都是处在对立的关系啊，这样子的观点是没有错，对立的关系是没有错。但是对于烦恼跟菩提、理想与现实、成功与失败，或善与恶、悟与迷等等，是完全不同的考量哦，这个时候不一样了哦。如果对这些两者之间有不同考量的话呢，佛法上叫做分别，分别就是差别啦，也就是本来是一的事情，你把它分为二啊，这种思考方式叫做分别心。啊，举例来说呢，有生就有死嘛，无生就无死啊，有死就有生啊，叫做往生。那无死就无生，生跟死两个是连贯起来的，不是两个不是分开的，这两个连贯的，就好像什么柴跟灰一样嘛。把柴烧成灰的时候，可以说柴跟灰没什么不同啊，本质是一样的啊。生与死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道理啊。同理，浪花的本质是水，冰块的本质也是水，两者都是相同的，不二一。不二法门就是把对的事情呢合而为一，成为高层次立场的世界观呢。而维摩诘经的全部思想，就是以不二的世界观所贯穿，整本经就是被不二精神所贯穿的。他举出世间法里面的种种的相对性啊，例如生灭啦、构境啦、善恶啦、明暗，刚刚讲的等等，甚至更深一点的哦，有为无为、有相无相、生死涅槃等等的相对法。而在维摩诘经第9品，也就是入不二法门品啊，这个里面呢，更有31位菩萨啊，加上文殊菩萨跟维摩长者嘛，大家聚在一起讨论什么叫做菩萨入不二法门啊？讨论怎样才能超越这种相对性的问题，而找到真实的答案呢？于是大家就开始心得分享咯，啊，阐述自己的见解啊。有人就认为说，不动如山，跟心中无念啊，这个就是不二法门。那有人就分享啦，啊，不着相，也不着无相。啊，就能入不二法门。有人认为说，不垢不净，净垢两相，不着两边，也是入不二法门。而文殊菩萨也讲出他的见解啦，他的心得是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事无事，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这句话大家要看一下这个经文啊，刚刚讲无事无事啊，经文里面看就清楚了啊。那文殊菩萨认为不二法门是不可以用言语来说明的，是无法用意念去体会的，无法问跟答的。按一切法为什么无言无说无事无事呢？这个要好好解释一下。佛法讲诸法空相，因为一切法是实相无相。无量易经大家都有读过这句话，也有说啊，无相不相，不相无相，名为实相。意思是说无相才是真正的实相，没有才是真正的有啦。三轮体空虽然讲空，但却是中道实相。所以这个空相就是实相，三轮体空不是没有，还是有。所以你看这个道理多深奥，多微妙啊！正言上人也提醒慈济人，要入实质才能见实相，要洞见实相，要看到真相，或者看到实相，就需要走入真实之道嘛。走入真实之道，才会看到实相嘛。这个是什么路啊？这个就是一乘菩萨道了。那实相无相，要离3种相。实相就是无相，无相就是实相，要离3种相离言语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离这3种相。心里想的事情就叫做心缘相言语文字大家都很清楚嘛。那这个心缘相什么意思心里所想的事情叫做心缘相
实相无相是一种法性，看不到摸不着，所以文殊师利菩萨才说无言无说，无法表示。这样讲比较难听得懂啦。举例来讲，大家一听就懂了。所以譬喻很重要哦。我们现在来讲譬喻啊，能烧起来的火啊，能烧起来的火，它就是没有言语相，没有文字相，没有心缘相。如果我说火能烧哦，这个就是火；火能烧，这个就是火，那我是不是马上被火烧到？其实我没有被火烧到啊。那为什么没有被火烧到？因为我只是用嘴巴讲而已啊，并不是真的有火啊。为什么？没有火性嘛。我讲火在这里，但是火没有火性啊，所以没有火相产生啊，所以就没有火的作用了嘛，就嘴巴讲而已啊。所以火是一种火这个事情，你用嘴巴讲的不真实的，所以语言相不是实相。好，同样的道理，我在一张纸上面写一个火，很大的火，它也不是真的火啊。如果在纸上写一个火，就代表是真的火，那纸马上就被烧掉了，不是吗？但是纸没有被烧掉啊。所以文字相也不是实相。刚刚前面解释了这个言语相跟文字相嘛，现在来解释心缘相，也是举例子讲，大家才会清楚。如果我们心里所想的，我心里所想的那个火是真正的火，那火就会先烧到我们的心，不是吗？我心里想有火，那我的心马上就被火烧到了，但是其实是没有被烧到啊，我只是心里想而已啊，它并没有火的性，所以没有火的相产生嘛。所以心缘相也不是实相。这样一听道理，大家比较容易懂了。同理呀，人死了以后，眼睛还在啊，没有挖掉啊，还在那里啊，但是不能看哦。为什么？因为性生不起来了，没有性，要先有性才能生起心，所以性是心的本源呐。对圣人来讲，这叫做性；对凡夫来讲，叫做心呐。这样举例来讲道理虽然很深呐，但是大家比较容易听得懂啊。那基于以上所讲的这些道理呢，文殊师利菩萨才说，不二法门这个法是无言无说，无事无事，还要离诸问答就是没有问也没有答因为有问有答都是言语相跟文字相。因为语言文字只是对事实的表述而已啦，它并不是事实的本身啊。这样听大家就懂了嘛？对这个道理是甚深，但是很微妙诸位同学可以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聚精会神去静思才会有所通透这个道理我们刚刚听是容易懂没有错，但是真的要融会贯通体会呢，不容易。好，我们言归正传了后来这个30几位菩萨跟文殊菩萨分享了各自的这个心得跟见解之后呢，换文殊菩萨呢来请教维摩诘居士，因为他也在场就问请问维摩居士，如何才能进入不二法门这个时候呢，维摩诘呢却一句话都不说。那文殊师利菩萨不愧是菩萨界的智慧第一大圣的智慧第一跟舍利弗不一样跟同样是大圣思想的维摩居士是知心相契马上就恍然大悟，有所体会的说，善哉，原来真正的不二法门是不需要语言文字来形容的，因为语言文字只是描述事实的工具，不能代表是事实。后来不二法门这句话呢成为一个成语嘛除了佛经里面我们所讲的意思之外呢很多人把它用来指什么？凡事都要离开相对的两个极端的看法不要太极端要不偏不倚，不落两边，依中道而行才能得到中道实相嘛
啊，这也才是达到绝对真理唯一的方法跟途径啊。而维摩诘居士在做出总结的时候呢，是用默默无语的来面对众人哦。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啊，就是离开言语文字，才是真入不二法门啊。也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啊，保持沉默不说话，不说话才是最大声。讲道理不是靠大声，因为有一句台湾话讲啊，大声没准呐，轻轻讲就是真理的啦。讲大声也不一定是讲大声，有时候大声没准呐。也因为有这样的历史典故呢，后人才用什么一默响如雷啊来形容维摩诘居士，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花3年学说话，花一生学闭嘴。闭嘴比说话还难啊。有些人就是不吐不快，口无遮拦，明明是好事，结果却被他的多嘴的说坏掉，或者是好好一句话被他说坏掉，不说不行啊。那不二法门这么深的道理呢，文殊菩萨跟维摩诘居士却是无言无说啊，真是令人拍案叫绝啊。不二的意思是没有相对性，也没有绝对性，不二嘛，没有相对性，也没有绝对性。那世间法有相对性，出世间法只有绝对性，所以不能2选1哦，而是要把2个结合起来，叫做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嘛。我们不是佛法都这样子讲吗？这样就不会偏相对性，也不会偏绝对性，不落2边，不偏任何一边，这个就是不二。那以慈济的法门来解释那更绝妙了。宗门法脉不二，法脉宗门也是要不着2边，也就是以出世的法脉精神去做入世的宗门工作啊。法脉要靠宗门来呈现，宗门要蕴藏的法脉啊，一个是慈悲，一个是智慧，不能选2边哦，2个都要才叫做悲智双运嘛。所以这个道理是绝对的，是唯一的。所以也是不二法门，非常的奥妙啊。那佛为了让众生脱离我们这个有相对性存在的世界呢，进入这个佛法界于是为我们说的不二法门。不二法门就是佛教导一切众生进入佛法界这道门的方法。之所以会有相对性的2边，都是我们后天的认知。这个后天的认知，也就是当我们的心攀缘在这个境跟这个相上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随境跟相呢而产生什么喜爱啦、讨厌啦、夺取啦、舍弃啦等等的分别心啦。也由于有了这些分别心，于是就会透过我们的身、口、意来采取什么相应的行动出来啊。有这样子的过程，就造作了种种的业因嘛。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嘛，就是这样道理嘛。而这样子的业因，就让我们受尽6道轮回的果报，永无出期啊。因此呢，相对2边的分别心是不能成佛的关键呐。所以佛就是要教导一切众生要进入这个不二法门。我们学佛做志工也是一样，要进入这个不二法门。因为进入这个不二法门之后呢，我们就有通透的功夫去看清事情的真理跟真相啊。浪花跟刚刚讲了，浪花跟冰块本质都是水嘛，相不一样啊，盛出来的相是不一样，表象，但是性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叫做水，这就是不二啊。再来举一个例子，项链跟手镯，黄金做的不是吗？本质也不是2种，都是一种，叫做金子，这也叫做不二。虽然它的相不一样，一个是手镯，一个是项链嘛，那个外相不一样，但是本质是一样。这本质叫做不二，就是金子，就是性，刚刚讲的性嘛。同理我们以前讲过嘛，好命跟坏命都是命嘛，命本身也没有好坏之分啦，也没有顺利之别啦。
好坏都是自己的一念心在作怪，在分别。这一心就是不二，不能有分别的意思了。会有好命跟坏命两种标准，都是自己的心在做分别。好，请问诸位，很有钱但很不快乐，这个是富还是贫啊？很穷但日子过得很开心，这个是贫还是富啊？说穷也对了，说富也对了，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所以了解不二法门之后，就知道不二就是没有分别，非贫非富，非好命非坏命。有的人呢，看起来命很不好，但是他心念照顾得很好，所以他认命而好命啊，造成是贫中之富。有的人看起来命很好，但心念跟观念很不好，很不正确，所以心念影响了命运，造成富中之贫。这个我们生活周遭也是常常有看到这样的人啊。所以贫跟富不是两个极端，不是非贫即富哦，也不是非富即贫哦，是不二，都是系于一心，两个都一样的，这就是不二。有人看起来不是很有钱，但从来不缺钱；有人看起来很有钱，每天在追钱。这两种人哪一种是好命，哪一种是坏命？这也是不离不二法门。在你一心呢，心中不要有分别垢还是净的心垢净污垢跟清净，垢相或者净相呢，不用去分别，垢跟净都是一种相。不论心中有垢相或者净相，只要有相，随相就会生出分别心来了。有分别心就不是不二了，就不能进入不二法门。因此心中不要有垢相，也不要有净相，这样分别心就无从升起了。那这个就是进入不二法门。当文殊菩萨来到维摩居士的这个屋内的时候呢，他发现没有一个侍者，不是生病了需要人家照顾吗？没有侍者，所以就问维摩居士：你家里怎么没有请佣人啊？没有侍者啊？维摩回答：一切恶魔与诸外道皆我侍。维摩认为一切恶魔跟外道都是我的侍者，都是我的仆人呐。所以屋内一个侍者都不需要。那按照一般人的解释，恶魔跟外道都是人们讨厌的对象，没有人喜欢跟他们接触，而维摩竟然把恶魔跟外道当作是自己的侍者，这样的想法让佛弟子们跟菩萨们跌破眼镜，十分的惊讶。维摩认为要处在恶魔跟外道的正中央里面，正中央。不但不受他们的影响反过来还要去净化恶魔跟外道，这个真是境界很高的高人呐。所以维摩居士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拒绝恶魔跟外道的是小乘教徒，不去拒绝恶魔跟外道的才是大乘教徒啊。我们拿这个标准来自我评估一下，就很清楚自己修的是小乘还是大乘啊。自我验收一下了，这个道理真的很微妙太震撼人心了。其实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刻意抛弃外道的邪见，只肯定佛教的正知正见，这也等于是执着于邪见跟正见哦。重要的不是舍弃妄想跟邪见，而是在妄想跟邪见中呢，不受它污染这个就是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道理嘛。所以有一句话跟维摩的思想不谋而合，这句话是：若能明心，则外道经典都是正法；若不明心，则学佛多年还是外道。这句话是醍醐灌顶的真言哦。依这样佛魔不二、正邪不二的道理呢，我们来看一个人呢，你用佛心看他，他就是佛嘛；你用鬼心看他，他就是鬼啊。这个道理大家就懂啊。你用欢喜的心看他，他就很好看呐；你用讨厌的心看他，他就很耐看呐。
要忍耐一下才看得下去呀。所以都是这个心在作怪，不是吗？那举个例子来说更清楚啊。我们走路啊，不小心摔了一跤啊，手上刚好就沾了牛粪，碰到牛粪。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洗手啊，把手洗干净啊。但假如我们的手帕去沾染到牛粪的话，再怎么洗，心里总是会认为不干净。沾过牛粪的手帕，干脆把它丢掉，一条也没多少钱，把它丢掉才会干净。洗过还是不干净。但是很奇怪哦，手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手也是沾到牛粪啊，那为什么我们不把手丢掉？因为手不能丢掉啊，对不对？洗一洗就干净了啊，我认为它是干净的啊。一个是不值钱啊，又可以丢弃的手帕，我们把它丢掉才会觉得干净。一个是不能丢弃的手啊，至少洗一洗就认为干净了。同样是沾到牛粪啊，我们对污秽跟洁净有绝对的定义吗？标准吗？这还不是我们的执着跟主观去妄心分别啊。这个道理一讲，大家都很清楚了。所以《心经》才说：“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嘛。”佛法也有84000法门呐，以不二法门为最高境界。84000法门是以不二法门为最高境界，进入这个门，也就达到了超越生死的涅槃境界啊。《华严经》里面有一句话说：“若于佛法中，其心随平等。入不二法门，彼人难思议啊。”也是文言文很难懂，意思就是说，入不二法门就能超越一切的是非、善恶、顺逆等等的差别的相对境界，就能得到不可思议跟无分别的真理啊。那这段经文也是给了我们不二法门的信心啊，入不二法门的信心啊。生活中或人群中，无处不是法，到处都可以印证不二法门的道理。例如做人处事不能直来直往啊，个性这么直干什么？有时候也要学习什么曲直向前啊，该迂回弯曲的时候也是要懂得转个弯啊，这样路才会好走啊，不要直来直往啊。有形的叫做转弯，无形的叫做转念。该截弯取直的时候，也是要懂得舍方便取真直，不要再去弯了，不要去讲方便法，直接讲真实法啊，直接截弯取直啊，也才不会走冤枉路跟浪费时间的。所以四项就是方便啦，真理就是正直啦。那舍方便取正直，不是舍弃善巧方便而直来直往，不是这么极端哦，是权巧方便之中也蕴藏着真理实质，蕴藏在里面，并没有把它舍弃掉，这样就是隐实失权嘛，隐藏在里面，但是没有把它丢掉，还是在里面哦，也就是对外用方便法，对内用真实法，所以弯曲要弯曲还是正直，要方便还是真实，也不是绝对啊，也是要不弯不直，不走两边，弹性用法。这个不弯不直跟方便与真实交叉运用了，这也是不二法门。人生很多道理都是离不开不二啊，除了《心经》所讲的，刚刚讲的那个几句话以外呢，其他都是一样啊，不动不静啊，不进不退啊，不顺不逆，不起不落，不失不得，不空不有，不好不坏，不来不去，不生不死，不甘不苦，不美不丑，不长不短，不上不下，不大不小等等，这些都是两个镜像，系于一念的，没有分别了。人生更是许多事情要双轨并行，相辅相成，两个不能分开，不能偏向一边，这个也是叫做不二法门啊，也是唯一的真实之道了。举个例子，大家来讲，大家更清楚。圆泽跟圆融济贫与交付，慈悲跟智慧，上求下化，文法跟用法，
提起跟放下，大慈大悲跟大彻大悟啊，对己妙用，对外度众，法要这样子用啊。那见苦知福还不够，还要福中修慧，两个一体，深入苦难跟深入经藏，听经闻法跟行经用法随方救援跟外缘内方，真空妙有跟妙有真空等等，看似两面，实则一体呀。一体就是不二。人生真是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还学不了。我们大家要互相鞭策，继续努力精进。好，我们今晚的浅谈不二法门就分享到这里啊！希望诸位同修都能够同沾法益，法喜充满。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